青石镇的镇口有一棵老槐树，树下常年摆着一个磨刀摊，摊主是个瞎子，镇上的人都叫他沈瞎子。也有人知道他的本名叫沈兆业，名字听着亮堂，可惜人却是瞎的。沈师傅，周婶儿，沈师傅，能不能帮我看看？昨夜后院来了贼，我拿这刀去吓人，谁知道刀口钝得连草绳都割不断。我知道你不收，可你也得吃饭，婶子不能白占你便宜。刀口卷了，刀柄也松了，若是再砍硬物，会伤手。人老了，刀也老了，能用就行。夜里若再有人来，不要先出声，站在门后，等他推门时用刀背砸手腕，别用刀刃，你力气不够，容易被夺刀。回去吧，这刀是护家的，不收钱。沈师傅，是威远镖局的人，救生部来了，快让开，别挡路！哟，这不是镇口那个瞎子吗？瞎子，把这刀给本少爷磨亮。没听见？少镖头让你磨刀是给你脸，一个瞎子摆什么架？还不快点儿！刀口有缺，回去记得磨。怎么磨不了？这把刀我不磨。你说什么？杀人的刀不磨。杀人的刀？瞎子，你倒是说说，哪把刀不杀人？护人的刀杀人也干净，害人的刀磨得再亮也是脏的。你是在教我做事？少镖头，他就是个瞎子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这刀若要磨，镇上还有铁匠铺。老东西，有你说话的份儿！那是我的刀。婶子。你不是说护家的刀免费吗？现在它断了，你再护一个给我看看。瞎子，本少爷最后问你一遍，磨还是不磨？好，既然你不磨，那这破石头也别要了。放手！你爹没教过你，别拿刀砍磨刀人的石头。你找死！刀钝了可以磨，人心钝了就该断。好得很，一个镇口磨刀的瞎子也敢动我赵成风的刀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脚不虚，气息浮，握刀不稳。你是谁不重要，今日人多，我不跟你计较。3日，我给你3日，3日后我亲自带人拆了你这破摊，废了你这双手，到时候我看谁敢找你护家。瞎子，好好珍惜这3天。沈师傅，你快走吧，威远镖局惹不起的。是啊，少镖头吃了亏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沈师傅，是我连累你了。不是你，是这把刀该断了。
10年了，刀终于回来了。灯都没点，怕是睡了。睡了更好。少镖头说了，不要他的命，只要他2只手。一个瞎子废了手，看他以后还怎么磨刀。别大意，白日里你们也看见了，他有点邪门。邪门？白天是少镖头没防备，一个瞎子再邪门，还能看见我们从哪儿进？别怪我们，怪就怪你白天不该得罪少镖头。他让你们来废我的手。废话少说！来都来了，走什么？这刀杀过人吗？沈瞎子，你敢废我们，维远镖局不会放过你！少镖头说了，3日后要废我的手。你们今晚来也是他的意思。赵成风在哪里？我耐心不好，尤其是今晚。少镖头在镖局，我们只是奉命办事。他说明日把你拖去镖局门口磕头认错。你废了我们，以后还怎么吃饭？那你们来废我手的时候，想过我怎么吃饭吗？回去告诉赵成风，想要我的手，让他自己来取。还有一句，告诉赵怀新，旧刀归鞘，旧寨开封。沈师傅，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人呢？都这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少镖头别急，3个好手去废一个瞎子，不会出岔子的。不会出岔子。少镖头不好了！谁干的？是那个瞎子！废物！你们3个人连一个瞎子都拿不下！住手！总镖主，爹，那个瞎子废了我们的人。他让你们带话了，我问你们，他有没有让你们带话？有，他说让少镖主想要他的手就自己去取。还有呢？说。他说让我们告诉总镖头，旧刀归鞘，旧寨开封。什么旧刀旧寨，装神弄鬼！爹，那瞎子到底什么来路？白日里你拿去让他磨的那把刀从哪里来的？书房暗格里，我见那刀旧，想着拿去磨亮。爹，你打我！谁准你动那把刀的？一把破刀而已！闭嘴！那个瞎子长什么样？眼上蒙着黑布，30多岁，身形偏瘦，右手很稳，用的是铁针，还拿着一根竹杖。他叫什么？镇上的人叫他沈瞎子，本名好像叫沈兆业。爹，你认识他？今晚的事不准外传，谁敢多嘴，按镖局家法处置。是，总镖主。去账房领银子，以后不必走镖了。
谢总标主，谢总标主恩典。这3日你哪里也不准去。爹，一个瞎子而已，至于吗？若他真是那个人，别说你，整个威远谷都未必扛得住他来讨债。来人，派快马去青州府。总镖头，告诉那边，当年的死人回来了。是。还有，明日一早把4大镖头都叫回来，就说威远镖局有旧客登门。沈昭业，你为什么还没死？终于知道怕了。赵怀义，别急，你欠的债，我会一笔一笔摸清楚。多谢。沈师傅，你真不走？走去哪儿？去哪儿都好啊。威远镖局昨夜灯亮了一宿，听说快马都出去了，肯定是去搬人。少镖头那种人吃了亏不会罢休的。我等的就是他们不罢休。没吃吧？吃过了。你吃没吃过我还不知道。早上卖炊饼的从这儿过，你没买；茶摊的粥你也没喝，少跟我装。昨夜的事我听说了。你还你废了威远镖局3个人的手，还打了赵成风的脸，这青石镇怕是要翻天了。天翻不了，威远镖局翻了倒有可能。你真要跟他们斗？能摸好重，这不是寻常后背刀，白天火里掺了含沙，韧性足，劈砍重。这种刀不是江湖野路子打的，哪里来的？像军中的工艺。军中？不过不是制式军刀，制式刀不会做得这么沉，这东西更像是用军中材料私下找高手打的。如果砍的是人呢？沈小子，这刀到底哪儿来的？赵成风带来的。威远镖局？你问这缺口做什么？如果让你照着这处缺口画下来，能画准吗？能。沈瞎子，这玩意儿若牵扯上威远镖局，你一个人……姑娘是看病还是找人？我是大夫，听说昨夜有人伤了手筋，被送到威远镖局，我来看看有没有活可解。姑娘要去威远镖局？路过这里，先歇歇脚。能坐吗？茶摊在旁边。我不是来喝茶的。我铺子里还有火，先走了。那图我没留底。
谢了。昨夜威远镖局有3个人手筋被挑，伤口很齐，深浅一致，避开了大血脉，却正好断了筋。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，不只是手稳，还得懂人体经脉。姑娘懂得也不少。我叫陆清堂，游方行医，路过青石镇。你不问这是什么？药。治什么？治旧毒。你闻得出来？瓶口有苦参、蛇粒、白竹草，还有一点青霜根的味道。你中过夜哭？10年前，青州一带有人用过这种毒，中毒者先是双目如火焚烧，随后眼珠坏死，毒入血脉。若3日内不解，人会疯，会死。可你活下来了。你知道的太多了。因为我父亲曾配过这种毒的解方。我父亲不是制毒的人，他是被逼的。10年前，他给一个被毒瞎眼的年轻捕口配过半张解方，后来他死了。你父亲叫什么？陆怀仁。陆先生，他救过我。所以你就是那个人。10年前查军饷案的6扇门捕快沈兆业，我找了你很多年。找我做什么？找一个答案。我父亲死前曾留下半张药方和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刀痕不会说谎。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直到今日我看见你手上的刀。你去过威远镖局？还没有，不过昨夜那3个人是我在半路看见的，他们的手伤我看过。所以你来找我？是，也是来提醒你。提醒什么？威远镖军早请了4大镖头回镇，还有一匹快马昨夜去了青州。青州府一旦插手，你再想查就难了。那就让他们插手。你再引他们出来。能看懂吗？这把刀砍过人骨，砍过锁链，还砍过带甲的东西。10年前，沈家院里有一只军饷箱，箱外是金铁锁，箱内有半枚军印。所以这把刀不止杀过你家人，他还劈开过军饷箱。眼睛会看错，人会撒谎，账本会烧毁，证人会死，可刀痕不会。刀砍过什么，便会留下什么。哪怕过了10年，哪怕被人磨过无数次，那些痕迹仍藏在铁里。你接下来要做什么？等赵成风，等赵怀义。如果他不来呢？那我去找他。不好了！威远镖局的人封了北街，说昨夜有贼人伤了镖师，要搜镇。搜镇？他们凭什么搜镇？嘘，小声点，不要命了！少镖头带人去周婶家了，说他窝藏凶徒，要把他带去镖局问话。赵成风的手还能握刀？昨日只是震伤，没废。那就好。好什么？能握刀，就还能断。爹，我找到他了。威远镖局的人说是搜贼，可青石镇的人都明白，他们搜的不是贼，是脸面。这口气，威远镖局咽不下，所以他们要让所有人知道，青石镇还是他们说了算。老东西，我再问你一遍，那个瞎子昨夜有没有来过？没有。没有？没有你昨日替他说话？没有他会为了你敢当街顶撞我？少镖头，沈师傅是好人，他只是替我磨了一把柴刀，你们要找他就是，何苦为难我这个老婆子？好人？他是好人，那我是什么？别！这东西你还留着？昨日没踩碎，今日补上。你还真敢来！
伤到哪里？沈师傅，你不该来啊！他们人多，人多不代表有理。理？沈瞎子，你跟我讲理？你昨日毁我刀，夜里又废我威远镖局3名镖师的手，今日我来拿你，难道不是理？昨夜的人是来废我手的，是又如何？一个磨刀的瞎子敢扶本少爷的脸，我废你2只手算轻的。所以你今日来周沈家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为了逼你出来。你若躲着不见，我便拆他的屋；他若不够，我就一家一家拆。你爹知道你这么做吗？少拿我爹压我！一个瞎子也配让我爹亲自出面？看来不知道。知道又如何？不知道又如何？今日我先断你2只手，再把你拖到威远郊区门口，让你跪着把那把刀磨完。拿下！废物，都给我让开！沈瞎子，你不是能听吗？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听得见这个。别动，你再动一下，我就割了他的喉咙。怎么不动了？沈瞎子，你不是挺能打吗？你不是讲理吗？来，跪下，把手放在地上，让我砍。少镖头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求你放了他。无辜？在青石镇敢看我笑话的人，没有无辜的。赵成风，你知道刀架在孩子脖子上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你的手保不住了，意味着你没有活路了。那就看看是我先死，还是他先死。昨日我只断你的刀，拦住他！你敢动我？我是威远镖局少镖头，我爹是赵怀义，你若废了我，我爹一定杀你全家！全家？你爹若要杀我全家，让他去地下问问。这刀还能修？沈师傅，别为了老婆子再惹他们。刀是护家的，护家的东西不能随便丢。回去告诉赵怀明，3日之约不必等3日，明日午时我去威远镖局，让他把10年前那把刀的主人交出来。沈瞎子，你死定了！沈师傅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！别跪。可你为了我们，不是为了你们，是为了规矩。刀可以对着恶人，不能对着孩子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这一巴掌也要上药。陆姑娘，赵成风的手能治好吗？能接骨，但日后握刀会抖。够了。你今日把事情提前了，赵怀义不会再等。我也不想等了。你要找刀的主人。刀在赵家暗阁里，赵成风不知道来历，赵怀义一定知道。你觉得他会教？刚才你说让赵怀明去地下问问，问谁？我的妻儿。有人来过。明日午时，威远镖局就客入门。是他。他在请你赴局。不，他是在告诉我，
他已经摆好局了。他知道明日午时，威远镖局不会只是一场登门问话，那会是一场杀局。而沈昭业正在磨的，也不只是周老太的柴刀，还有他藏了10年的恨。这是以前吃官饭时用的，叫什么？夜白。明日，他该渐渐救人了。总镖头，青州回信了。总镖头，那边怎么说？青州府说，沈昭业必须死在青石镇。府里不派人。他们怕惹脏自己的手。当年杀人的时候，一个比一个狠。如今旧债上门，却都想躲在幕后，让威远镖局挡在前面。赢了，功劳是他们的；输了，罪名是威远镖局。20年前，威远镖局还只是3间破屋，7、8个穷的吃不上饭的档子手，一把后背刀，目标走南闯北。别人都说他讲信义，他也曾真以为自己讲信义。可后来他才知道，信义这种东西，在权势和银子面前，轻得像一张纸。青州府要走那批军饷，他不敢不应。那位大人要沈昭业闭嘴，他也不敢不从。他以为只要过了那一夜，一切都会过去。可10年后，那个本该死在雨夜里的年轻捕头，蒙着眼坐在镇口，磨了10年的刀。老吴，在。各堂人手都到了吗？昨夜已经传令，4大镖头今早能到3个。南路的雷镖头离得远，午前也能赶回。让他们到议事堂等我。是。总镖头，少镖头那边，他的手怎么样？请了镇外的接骨郎中，骨头接上了。可郎中说，就算养好，以后握刀也使不上全力。少镖头醒后一直闹，说要杀了沈昭。把他看住，今日不许他出房门半步。少镖头未必肯听，那就锁起来。是。今日叫诸位回来，是因为威远镖局来了旧客。总镖头说的是镇口那个瞎子，我听说了，一个磨刀的废了咱们几个人，还伤了少镖头。这种事儿哪用劳烦总镖头？我带几个兄弟去，把他脑袋拧下来就是。别把人看清了，昨夜3个人被废，今日百街10几人也拦不住他。若真只是个瞎子，少镖头的手不会断。哼，再厉害也是瞎子。瞎子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，他曾经不是瞎子。你知道他？10年前，我在青州见过一个捕快，6扇门的人，姓沈。他追踪的本事很厉害，只凭一串前脚印，就能在大雨后追出20里。江湖上有人叫他赵夜莺。赵夜莺，不错。镇口那个瞎子，就是沈兆业。他不是死了吗？你希望他死了？我也希望，可他活着。总镖主，当年那事儿，他知道多少？
他摸到了那把刀。少镖头怎么会把那把刀拿出去？那他今日来是要翻当年的账。他说明日午时登门，让我们交出10年前那把刀的主人。刀的主人不是韩九吗？韩九不是已经送去黑风寨了吗？所以沈兆业不能去黑风寨。总镖头的意思是今日就杀。走镖的人最要讲信义，既然旧客登门，我们自然要好好招待。前院摆摆刀阵，中庭设弩，后堂留人。若他要动手，便让他死在威远镖局。早该这样。若杀不了呢？总镖头，咱们不是没见过能打的人，可那沈兆业若真是赵夜英，他敢孤身上门，必有底气。万一前院拦不住他，总要有退路。青州府的人今晚前会到。府里终于肯出手了。青州府当然不会明着出手，来的也不会是官兵，只会是见不得光的人。可只要那些人来了，沈兆业就算真有3头6臂，也得死。那女大夫呢？什么女大夫？今早有兄弟看见镇口多了个背药箱的女人，和沈兆业同行。他能看出废手的手法，也识得毒。姓什么？好像姓陆。陆？陆怀仁，那人本该死透了。可若是他留下了后人，派人盯住他，必要时一并除掉。是。总镖首，南宋雷镖头到了。总镖头来得正好。路上听说少镖头被人废了手，哼，一个瞎子干的。瞎子，沈兆业。你也记得他？10年前那夜，我在外院，你怕了？我走镖20年，怕过很多东西，山匪、官兵、恶狼、黑店，但最怕的还是旧债。雷老三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婆婆妈妈了？因为你没听过沈家院里那个孩子哭。够了！今日谁若觉得威远镖局不该担这笔债，现在可以走。出了这个门，我不拦。既然不走，那便听命。从现在起，封镖局，前后门加派人手，所有刀堵上弦。沈兆业进门后，不许他再活着出去。是。开门！我是造镖头，你们敢灌我？少镖主，总镖主有令，今日您不能出去。放屁！那个瞎子今日上门，我要亲眼看他死！右手废了，可左手还能动。沈兆业断我握刀的手，我就要亲手看着他被乱刀剁碎，甚至还要亲手挖出那双瞎眼，哪怕他早已看不见。你不用去。我父亲的死也在这笔账里，威远镖局今日一定有埋伏，所以才要带大夫。我未必护得住你。我也不是让你护着的，我会看伤，也会用毒。瞎子管的道宽。
沈师傅，周婶儿，这刀你修好了，我收下，但你也得回来。我家以后还要磨刀。护家的刀自己拿着，我会回来。神捕头，刀的主人呢？神捕头今日登门，只为问一把刀。先问刀，问完呢，再问命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请进。这是局，我知道。知道还进？局摆好了，不进，岂不是辜负了他们？沈捕头，威远镖局今日备了茶，我不喝茶。那你喝什么？血债。沈兆业，10年前你查案害了多少人？你可想过？我只想过被你们害死的人。你还是这么不识时务。识时务的人都站在你身后，可他们不一定能活到明日。请沈捕主示阵。左前方3道，右侧2道，身后7步有弩。杀！1人进，3人补，1刀落，4刀封。明日进了威远镖局，你不必跟得太近。门没閂。你明日要去威远镖局，你知道那是杀局？知道。赵怀义不是赵成风，我也不是昨日才认识他。怕我探出你快死了？我不喜欢别人探我的慢。夜窟毒没有清干净，死不了。吃了。够了。能压多久？2个时辰。够了。这药方是你父亲留下的？是。这把后背刀10年前一定碰过君享香，也一定砍过你家里的人。我妻子死前手里抓着半枚军印，找不到就砍断了她的手。我听见了，那把刀砍下去的时候，刀口缺了一刀，声音不一样。你见过我父亲最后一面？算见过，那时我已经看不见了。我从火里爬出去，是一个医师把我拖进破庙，药很土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那个人不能死，我不能死。赵怀义知道韩九在哪里，他提到黑风寨。你查到了，山匪窝也是威远镖局暗中处理赃货的地方。10年前如果韩九没死，说得通。你怀疑他们用毒？赵怀义当年敢用夜窟，今日有什么不敢？那出来呢？够我进门。陆姑娘，明日进了威远镖局，你不必跟得太近。你怕我拖累你？我怕你救人。明日倒下的人里有很多不值得救。我是大夫，
但我不是菩萨，我知道谁该救，谁该死。好，沈昭业，我找你不只是为了我父亲，还有那些被军饷案牵连死的人。我父亲说过，那批银子本该送去北境军中，给战死兵卒家眷发抚恤，可它消失了，银子没到，很多人没活过那个冬天，所以这笔账不只是你的家仇。我知道，等了10年，等的并不只是一把刀，也不只是赵怀义的命，还有那些没有名字、没有坟，甚至没人知道他们为何而死的人。血债若不清，世道永远是黑的，而我虽瞎，却还没有瞎到看不见这点。这笔账不只是家仇。沈昭业，你进了威远镖局，还想做菩萨？不是赌，只是让你们一盏茶内别乱射。都退开，让老子来会会这瞎子。听说你能听声辨位，那你听听老子的钱有多重。好刀，可惜力气小了点儿，怕了？不，我在找软的地方。放箭！沈昭业，枯梅香极淡，却能在空气里勾出风的走向。软的地方找到了。沈捕头，10年不见，你还是难缠。你也在那夜，我在不在重要吗？重要。在的人要还债，不在的人滚远点。沈昭业，你若现在退，还能留一条命。韩九在哪里？看来他还活着。你不该问这个名字，那就说明我问对了。沈昭业，10年前你没死，是我们疏忽，今日不会了。药效还有1个时辰，够了。怕吗？有点。怕就对了，怕才知道自己还活着。那你呢？我死过一次，现在是来让他们怕的。六扇门结脉手，你果然还记得这些老东西。杀人的手法不容易忘。我说过，别乱射。陆家的人果然麻烦。赵怀义，你认识我父亲？10年前追杀他的人里有没有你？有。那夜追杀陆先生的人里，有一个走路左脚略沉。方才赵怀义走出来时，我听见了。为什么？他知道的太多。别急。我不急，我只是记住了。沈兆天，你的耳朵还是这么好，可耳朵再好也救不了死人。10年前那一夜，你趴在雨里，也听得很清楚吧？你听见你妻子喊你，听见你儿子哭，听见沈家大门被火烧塌，也听见韩九那把刀砍下去的时候，刀哐了一声。可是你做了什么？你什么也做不了，你只能趴在泥水里，像条快死的狗。赵怀义，怎么说不得？沈捕头查案时不是最爱听真话吗？今日我便把真话说给他听。沈昭业这个人太冷，若不是穿着捕快衣裳，倒像专门来吓小孩的。东西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你男人查了这么久，你会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
东西在哪儿？还挺硬。我不知道。别碰他！求你们别碰他！东西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手。刀口有缺，回去记得磨。沈捕头，你若早些收手，不会有今日。可惜了，这么好的捕快。还有气，你不能死，沈兆业，你不能死。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就该我问了。韩九在哪里？你还想着韩九？他砍了我妻子2刀，这笔账他得亲自还。那你得先活着走出这里。后院有人跑出来了。少标主，拦住少标主！沈瞎子，你还没死！谁放他出来的？我要亲手杀了你！回来！沈兆业，放开他！有本事你杀了我，你敢吗？你不配死在我刀下，不过你能问话。韩九在哪里？我真不知道，我只听我爹提过一次。程峰，黑风寨，在黑风寨，那个人在黑风寨。原来真在黑风寨。沈兆业，你本可以死得干净些。10年前你也这么想，这一次不会再偏半寸。你可以试试。沈兆业，你运气很好，是吗？今日有人不想让你死在我手里。停手！你想找韩九可以，但你若去了黑风寨，就别想活着回来。这话很多人说过，那就看你还有几条命。这是放虎归山，还是驱虎入笼？都不是，是他们怕韩九先开口。赵怀义，你今日没死，不是因为你命大，是因为你的债还没问完。等我从黑风寨回来，你再好好想想，10年前那场雨，你还欠了多少生硬？青州府暗卫，他们刚才救了你？不是救，是换地方杀。他们在驱你去黑风寨。我本来也要去，可现在他们知道你要去，那就让他们知道，怕的不该是我。
你需要休息。还不到时候。你总这样说。药效最多还剩半个时辰，半个时辰后，毒会反噬。伤了，皮外伤。威远镖局那群狗东西，果然没安好心。就是衣服伤在肩上，不解衣怎么上药？皮外伤不必。现在必不必？沈瞎子，韩九真在黑风寨。赵成风说的。黑风寨可不是寻常山匪窝。你知道？青石镇往西北走，过黄泥岭，再翻一条断魂沟，就是黑风山。那地方以前就有山匪，但没成气候。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寨子越做越大，劫的却不是普通百姓，劫不该见光的货。有人说，威远镖局走不了明路的东西，都会转给黑风寨。抢来的银子，来路不明的兵器，还有镇上以前有几家人失了女儿，报了官也没用。后来有人说在黑风山下见过他们，可没人敢去找。沈瞎子，你若真去黑风寨，得当心，那里和威远镖局不一样。威远镖局多少还要顾着门面，黑风寨不顾。恶人不顾门面，更容易听出来。阿石，怎么了？死人！河边有死人！死人？谁死了？是威远镖局的他们。都退开！死了至少2个时辰。我认得他。谁？威远镖局的老镖师，叫马六，平日不怎么出头，但在镖局待了10几年。听说10年前就在。怎么死的？先中毒，后挨刀。毒？不是见血封喉的剧毒，是让人手脚无力、无法断交的麻毒。中毒后，有人从正面刺了他一刀，但真正让他断气的是溺水。先毒，再刺，再丢进河里。凶手想让人以为他是被刀杀后落水，可他肺里有水，说明落水时还活着。这也太狠了！刀口如何？短刀。刃窄，刀锋薄。不是威远镖局常用刀，更像官府暗卫的短刃。神。他想找我，也可能想把这个交给你。可他怎么知道沈瞎子就是当年的人？赵怀义昨夜知道了，镖局里的人也会知道。马六6年前就在威远镖局，他手里有沈家的旧镖牌，说明他当年不是完全无关。或者，他知道证据在哪儿，所以有人杀他灭口。他身上还有什么？不是河边泥，像砖泥。青州那边修桥筑墙时用的黑胶泥，就这个味儿。桥，黑胶泥，沈字旧牌。马六去过青州，威远镖局的人常去青州，不奇怪。他不是最近去的。10年前，军饷箱里的东西如果没有被带出青州，就一定被藏在青州。桥下。这件事牵扯到青州府，从一开始就牵扯。尸体怎么办？
谁报的案？维远镖局的人死在镇外，你们围在这里做什么？官爷，我们也是刚发现。刀伤致死，落水飘来。他不是刀伤致死。你是谁？陆清堂，大夫。大夫也懂验尸？他先中麻毒，再被刺伤，最后溺水而死。凶手是故意灭口。胡言乱语，把尸体带走。你就是沈昭业？是。威远镖局刚有人来报，说你今日闯入镖局，打伤多人。然后呢？现在镖局老镖山又死在河边，你不该解释解释？他死了至少2个时辰，那个时候沈昭业还在威远镖局前院，许多人都能作证。我问你了吗？青州府派你来的，我乃青石镇捕头陈立，奉县衙之命查案。查案不验尸，见证人不问话，看见旧标牌就急着收尸。陈捕头，你查的是案，还是查我？沈昭业，你别以为会几手功夫就能藐视官府。官府，10年前我也是官犯，那时候没人教过我，看见尸体不验，看见疑点不问，看见证物不查。看来这10年，青州的规矩变了。带走！近日镇上不太平，你最好别离开青石镇。我要离开呢，那就是畏罪潜逃。记住你这句话。什么意思？他们不想让你离开青石镇，因为他们知道我下一步要去哪儿。黑风寨。黑风寨。可现在多了一条桥的线索。桥在青州，韩九在黑风寨，桥不会跑，韩九会死。黑风寨我去不了，但黄溪岭前面的路我熟。你别误会，我不是要跟你上山送死，我就是年轻时给山下矿场送过铁器，知道一条老路能避开正道的少甲。什么时候能走？今晚天黑后走，过黄泥岭，到断魂沟前歇脚，明日天亮前能摸到黑风山脚下。他需要休息。今晚走。你体内毒还没压下去。韩九等不了。你也等不了。我撑得住。这句话我听腻了。陆姑娘，你怕死人吗？我是大夫，死人见得不少。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从现在开始，死人会越来越多。杀人的刀不磨，护家的刀免费。